黑暗的山洞中坐着一个只有几个月大的婴儿，不远处一只小狼盯上了他，只见小狼慢慢靠近。就在这时，洞内传来惊悚的嚎叫声，小狼回头一看，是自己的爸爸妈妈。当看到只是一个小人儿时，狼妈妈放松了警惕，露出一副温柔的眼神。公狼和母狼非常纳闷，咋会有个小人儿在我们家门口呢？狼妈妈张开大嘴巴，伸出舌头舔了舔小人儿身上的血渍，发现这血渍并不是他们的，说明这小人儿刚刚经历了一场血腥浩劫。此刻洞内跑来一只浑身散发着臭味的猎狗，当他发现了小人儿，眼睛直冒绿光，裂开獠牙，一口就想生吞了小人儿。狼妈妈见状，连忙护住了小人儿，并警告猎狗不准再往前走半步，否则后果自负。猎狗自知不是他们的对手，只好悻悻然离开。就这样，小人被带回了狼族，从此小人就跟狼群一起生活了。在狼王的庇佑下，这个小家伙一天天长大，他学会了很多狼的习性。狼王给小男孩找了一位老师，就是这个黑豹，每天教他各种生存技能。小男孩也很喜欢黑豹，视他为亲人一般。要想在这个森林中存活下来，必须遵守森林法则，适应这里的环境。而他们的法则就是遇到干旱的时候，如若河里的石头露出水面，那么所有的动物都可以一起饮水，并且禁止捕食猎杀，大家都可以相安无事的安心享用稀缺的水源。这天，小男孩在狼妈妈的带领下来到小河边喝水。狼妈妈不放心，叮嘱小男孩喝水的时候要像小狼一样，可小男孩毕竟是人类啊，让他趴着喝水着实倍感别扭。只瞧见小男孩用龟壳盛水喝，岸边的动物们好奇地盯着小男孩，心想这孩子是不是傻了，不是多此一举吗？一旁的狼妈妈叫住了他。此时狼妈妈突然警惕起来，原来是森林之王老虎。只见他迈开小碎步，不慌不忙地来到河边饮水。狼妈妈赶紧让小男孩躲在一块石头旁，因为这只老虎还不知道小男孩的存在，他是无法接受人类的。然而老虎敏锐的嗅觉还是闻到了人类的味道，并且径直走向他们。小男孩暴露了，老虎命令狼妈妈交出小男孩，否则后果你们是知道的。可狼妈妈从小就呵护着小男孩，就这样交出去，怎么忍心呢？老虎一看这架势，想要造反吗？气得吹胡子瞪眼睛。现在是干旱季节，也就是休战期，尽管他是森林之王，也不能轻举妄动。无奈的他威胁狼妈妈，等过了休战期，也就是雨季来临时，你们狼族要么乖乖听话交出小男孩，啥事没有，如若不然，那我将要踏平你们整个狼族，孰轻孰重你们自己掂量着办。狼妈妈回到部落，狼族高层立即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。小男孩从小在他们身边长大，纵使心中有万般不舍，但在这种情况下，依然有狼支持，也有狼反对。一旁的小男孩不想让狼妈妈为难，更不想因自己而让整个狼族陷入危难中。他决定离开森林，离开疼爱他的狼妈妈，回到人类世界上去。可从小在森林中长大的小男孩根本不明白人是什么样的一种动物。狼妈妈心酸呐，没事的妈妈，我不会走远的，我会回来看你的。永远不要忘记，你是我的，只属于我。无论你以后去哪儿，无论他们怎么叫你，你永远都是我的儿子。小男孩伤心地跟狼群告别，狼妈妈把他交给了黑豹。小男孩跟着老师黑豹向人类的方向出发。他们来到风景优美的瀑布，越过陡峭的悬崖，一路上小男孩不言不语，非常失落。他想念狼妈妈了，不想就这样离开狼族。他爱这片森林。正走着，突然老师黑豹警惕起来了，他停下脚步，隐约感觉哪里不对劲儿，连忙让小男孩快跑。可调皮的小男孩哪里知道自己已处在虎口中，还嬉皮笑脸地冲老师嚷嚷。此刻一只老虎猛地袭击而来，黑豹忙上前阻止，他们扭打在一起，小男孩则拼命地向前跑。一番交涉后，黑豹败下阵来，人家毕竟是森林之王，黑豹只有挨训的份儿。他担心地望向小男孩，此刻的小男孩没命地向前狂奔，而老虎就在他身后穷追不舍，眼看快要追上了。紧急时刻，一群横冲直撞的野牛奔来，直接将老虎撞倒在地。小男孩见状，趁机跳到一个小山沟里，抬眼望去，老虎正在眼巴巴地望着他，凶神恶煞的眼神仿佛在说，小贼，看你往哪里逃，等野牛过去了就是你的死期了。小男孩哪里不清楚自己现在的处境，这时他脑子灵光一转，咬着牙猛地一跃而上，一把抓住了一只野牛的犄角，瞬间随着野牛消失在老虎的视线中。老虎一看这下没辙了，气急败坏的他又来到狼族，为了显示他的威严，更是为了他的地位，猛地扑向狼王，恶狠狠地将狼王扔下了悬崖，并警告狼群，这就是背叛他的下场。群狼见状更是敢怒不敢言，他们领略过老虎的残忍。这边虎口逃生的小男孩趴在一头野牛的背上，也不知走了多久，雨水拍打在他身上，
小男孩睁开眼睛，发现前方山体滑坡，眼看危险又一次逼近，急中生智的小男孩立即跳进河水里。急流中，他迅速抓住了一棵枯树，坐在枯树上，顺着河流飘到了一片雨林中。他在地上发现了一张巨大的蛇皮，左看看右瞧瞧，不知这是个啥玩意儿。懵懂的小男孩还不清楚自己又一次触犯了禁地，危险正在一步步靠近他。